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手相学的世界里，一切皆有奥秘，相由心生。世间万象看似有形，实则无形。我们所看到的事物，其实并非事物的本质；所感受到的事情，也并非事情的真实面貌。相不能孤立而论，看相需综合整个手部的情况。下面为大家列举几种紧握财库、无人不富、必定行大运的发大财手相。一、手部多肉，手部肉骨均匀的人，宛如福泽深厚的使者，是福气满满的象征。他们仿佛被命运之神眷顾，一生福厚，衣食无忧，从未经历过劳累辛苦，气运也十分强盛。这类人生活悠然自得，仿佛是生活在宁静港湾里的鱼儿，享受着悠闲自在的时光，是大吉之象。二、手中元宝纹，元宝纹犹如一个精美的宝藏盒，由2条或3条主线，分别为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以及其他一些辅助线构成，呈现出抽象的元宝图形。金元文宝一般上宽下窄，形状如同梯形、船形或盆形。元宝形状越大，代表财产越多，它就像一个坚固的财库，四处封闭，四角不漏，具有强大的聚财能力。在生活中，这类人收入高且容易存钱，正如古相书中所说，元宝在手，车房尽有。三、手心存水，当我们摊开手掌，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，就像隐藏在黑暗中的宝藏，有极大的机会发财发达，成为人中龙凤。真正的手心存水该如何判断呢？通常手掌自然伸直、伸平，四指合拢，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。若掌心之水能不流走，这样的人就如同万里挑一的珍宝，必定能富贵双全，名利双收，指日可待。四、智慧线有分叉，智慧线人文末端有向上的分叉，如同一条灵动的蛇奔向水星丘，止于小指下方，此纹称为人文金叉。拥有此纹的人，就像被赋予了神秘的智慧力量，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。这类人一般具有理性思维，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而且有着强烈的赌博心理。在流年强运的配合下，他们常常能在不经意间赚大钱。从手指看个人性格，手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工具，在衣食住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通过手指可以洞察一个人的性格。下面来看看手指紧闭的人性格如何。一、四指紧闭。若一个人的手指四指紧闭且屈服中指，这类人就像骄傲自负的独行者，大多是一意孤行且自鸣得意的自大之辈。遇到这样的人需多加小心。二、每个手指都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都比较长，说明此人心态良好，做事细致，注重自身仪表。但如果手指过长，就会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。这样的人往往是过分注重细节、吹毛求疵的性格。三、每个手指都短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都比较短，说明这个人做事果断迅速，敢作敢为。然而，这类人因做事过于果断迅速，容易出现急躁的毛病。但如果手指过短，就说明这个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，虽然具备一些优点，但也比伪君子好不了多少。四、手指弯曲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比较弯曲且难看，说明此人大多是性格残暴之人。若再配上掌形又比较差，就代表着此人有犯罪倾向。手指向内弯曲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向内弯曲，代表此人大多是狠毒残暴之人。但如果这类手相之人指身纹绣，那么此人不仅不是残暴狠毒之人，反而会成为有深谋远虑之人。六、从手相看一个人是否能婚姻幸福。一、夫妻宫肌肉饱满、气色光润明显的人，仿佛是幸福的使者，其配偶相当聪慧贤淑，丈夫则温柔体贴，夫妻生活美满，感情佳。如果再加上眉毛与眼睛大小宽窄相配，那么就是郎才女貌的上好婚姻。二、夫妻宫位置低陷，肉少皮薄，俗话说奸门蛙，嫁两家。夫妻宫这个部位低陷的人，婚姻生活一生障碍，需防止离婚，早则7年内离婚，晚则中年离婚。三、夫妻宫偏狭窄。夫妻宫位置非常狭窄，代表婚姻晚或者二婚。如果嫁的人年龄偏大或者晚婚，婚姻能勉强长久；如果嫁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，则婚姻多坎坷。四、夫妻宫见青金，预示配偶多病或者最近运气不佳。五、夫妻宫眼尾朝下，抠门吝啬是其最大特征。眼角比较朝下的面相，往往怨天尤人，专门看对方的短处，婚姻生活中难免出问题。六、夫妻宫有黑斑或疤痕，
如果正常的胎记就没有问题，不会影响婚姻。如果是后天形成的色斑，就是婚姻不佳的标志。双方一吵架、出轨，夫妻宫肤色较黑，或者原来白后来变黑，情感不牢靠，导致婚姻不幸，结婚多次，或者甚至孤独终生。7. 夫妻宫见鱼尾纹，十分劳碌，无暇顾及感情，终会导致劳燕分飞。夫妻宫的鱼尾纹特别深的话，就是二婚或者多婚的符号。8. 夫妻宫皮肤光滑出油，且较白较厚，容易姐弟恋或者老少恋，因其性欲旺盛，容易导致众多异性介入其生活，很容易成为第三者。夫妻宫到了年龄偏大的时候，依然光滑无痕的，代表多情多欲。9. 夫妻宫有十字纹，会用武力征服异性，而且凶狠无比，容易出现家暴、奸门破相，婚姻有始无终，遇事难以白头偕老。同时，两个人之间投缘度通过手相就能看出吉凶。想知道你和他是佳偶天成，还是一对冤家吗？1. 互相体贴的一对。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，即深入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感情线，算是标准型。谈恋爱时不太敢表白自己的情感，所以是相亲结婚型。婚后会相互体贴，爱情弥深，至死不渝。如果智慧线下降，就更为圆满了，能互补任性的一对。一对标准型与常常伸出的感情线，即感情线伸长到木星丘，表情爱深浓，意志坚定，不管谈恋爱或结婚，都喜欢以自我为本位，相当任性。婚后不久即想生儿子育女，这样的人若能配一个拥有标准感情线的对方，会自然产生容力，体贴对方，即使生活里碰到挫折，也能很快恢复如常。2. 互补爱情的一对。标准型的感情线与短感情线，终极大致说来，感情线停在土星丘的人较容易心焦气急，谈恋爱总以自我为本位，情感起伏相当大。拥有标准感情线的人，一旦结婚会很体贴对方，所以可弥补对方的任性，建立圆满家庭。如果男性的感情线短，可能会因不满对方而在外拈花惹草。3. 虽有情但倔强的一对。长长的感情线凶感情线愈长，表示情爱愈深，也有实行力，但如果对方不肯轻易让步，可能就起反感而意气用事。如果双方的感情线都长，会因不肯轻让而诉诸于暴力，但如果一方智慧线上升，一方下降，则意外的能情投意合。4. 个性相反却美满的一对。长长的感情线和短短的感情线，终极感情线如果伸到木星丘，表示处事积极，很能实践；若停在土星丘上，则表示感情不稳定，神经兮兮，互有以自我为本位又任性的地方。虽然偶尔也起争执，但利用情投意合来互补，情感的凝结力还是很强。5. 无法维持长久的一对。短短的感情线，凶感情线若停在土星丘，大多以自我为本位，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，所以你对他可能有好感，但他却是毫无反应。如果双方都有这一型的感情线，即使结合了，也很难维续长。6. 个性都倔强的一对。断掌凶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，侧向掠过，是典型的断掌，很有性格，也很执着，又有经济观念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。他可能起两极端，胜了就为王，败了就为寇，甚至落得精神分裂。如果两个人都是断掌，就不能互相弥补了。7. 适应独霸型对方的一对。断掌和标准型的感情线，极断掌的人大多身怀一技之长，经济上很能获得成功。他的爱情是单方面的，只要爱上对方，一定不择手段想得到，有点冷热无常。若想与这型人配合，当以个性温和、适应力强的标准型为佳。标准型的人最能弥补喜欢走极端的对方的缺点。8. 能化解对方顽固作风的一对。断掌和长长的响情线，终极断掌的人头脑好，虽然顽固，却经济充裕，很可能在实业方面有大成就，只是他总喜欢把钱字挂在嘴边，贪得无厌。木星球发达的感情线，多的是有行动又能领导的人，很能化解断掌者的顽固作风。9. 各行其事的一对。断掌和短短的感情线，凶断掌，感情线短的人很不懂得忍耐，为人任性，说话老是不让理，怎能好好相处呢？只是断掌的人相当能干，常因不怕风险而在实业方面有所收获。虽然要忍一忍就可以和好相处，但问题是叫他们忍一口气，真比登天还难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